在中国人的餐桌上，谁不怕辣，谁怕不辣，似乎总能引起一场地域纷争。从东南沿海到西南腹地，绵延的长江为辣椒传播提供了天然航线。这里的人们也最先让辣椒成为三餐伴侣。千年形成的饮食系统，在辣椒的刺激下再次重启，融合、碰撞，甚至颠覆。辣椒所到之处，总有一场味觉争锋。9月，贵州开始进入旱季。降雨的减少让水流骤缓，水位降低。桥岗村1年1度的捕捞季开始了。河底的卵石缝隙中藏匿着一种十分美味的食材，但想要捕获这种食材并非易事。捕捞者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体力，不厌其烦地翻开水下每块石头。爬岩鳅，一种底栖小型鱼类，只生长在水流湍急的小溪中。它的体长不超过5厘米，却能转化出极高的谷氨酸，是当地苗家人制作辣椒酱最天然的添加剂。辣椒在传入我国之初，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观赏花卉，在江浙一带颇为流行。随后沿长江流域向内陆传播。贵州温润的气候为辣椒在这里的落地生根提供了天然条件。李文是村里制作辣椒酱的高手，母亲的过早离世让他很小就掌握了这门手艺，也靠着这门手艺，让他在10里8村小有名气。像我们农村人都是因为生活条件不怎么好，靠那鱼酱烧来维持生活的。这种利用爬岩鳅腌制的辣椒酱叫鱼酱酸。当地苗家人发现，腌制辣椒酱的时候加入爬岩鳅，会让辣椒酱形成一种独特的鲜辣口味。在雷山一带，鱼酱酸在每个家庭中的地位可以媲美盐的存在。贵州是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。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，贵州人都生活在缺盐的状态中。尝试过各种替代品后，首先被接受的是酸。酸可以在腌制和发酵食物中轻松获取，还可以刺激口腔，起到下饭的作用。直到辣椒的传入，人们发现吃辣也同样可以用来刺激味蕾，于是酸辣开始在贵州人的餐桌上流行。也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，贵州成为了中国最早开始食辣的省份。1个月后，李文的鱼酱酸发酵到最佳状态。在乳酸菌和酵母菌的共同作用下，鱼酱产出独特的酸辣鲜咸口味。土锅炖鸡最能检验鱼酱酸的品质。加入1勺鱼酱酸，不需要任何调味品来辅佐，
整锅风味被瞬间激活。吃的时候再配上胡辣椒蘸水，酸辣中带着胡香，这是当地苗家人的专属味道。在我们村没有酱油，没有醋，拿一勺鱼酱刷就可以解决一餐的做饭的材料问题了。鱼酱酸，更像是苗家人餐桌上的油盐。有了它的加持，从汤到饭，从大菜到小吃，只需一勺鱼酱酸，就能让一道普通菜品变得摇曳生姿。今天提到酸辣口味，人们就会想起贵州美食，辣椒功不可没。走过了缺盐的日子，贵州人并没有喜新厌旧。在饮食风格趋同的今天，他们的口味依然很固执。在凯里的大街小巷，没有撸串，没有小龙虾，有的只是一桌桌酸辣涮锅。这也是贵州人和辣椒间患难与共的味觉记忆。300多年前，随着湖广填四川的脚步，辣椒开始了在天府之国的征途。没有对辣椒功能上的需求，四川人在吃辣上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。湖广人的烹饪技法、川蜀的物产食材，都为辣椒在这里出道即巅峰奠定了基础。在这片土地上，辣椒也真正成为了翻云覆雨的调味之魂。每天清晨，老姜开始处理食材。不同于传统的粉蒸肉，自贡人偏爱下水与牛肉，这与盐业的一度兴盛有关。在中国历史上，盐业意味着财富，而财富又意味着一种精致生活。自贡菜能够成为和成都、重庆3分川菜天下的菜系，与这种精致的味觉追求不无关系。食盐、白糖增鲜提味，豆瓣酱奠定底味的醇厚，再撒上足量的辣椒粉，不为增加辣度，旨在烘托香气。最后用米粉将它们串联成一曲跌宕起伏的辣味交响乐。粉蒸肉就必须要有粉质，蒸笼就更入味，就更香，口感更好。一个人一个豆儿，2牛2肥。250块钱，有品种吗？好多品种。每天中午11点，江从明的蒸笼店准时开业。好，要的嘛，要的。一条老街，8家蒸笼店，让这里成为了一方看不见拳脚的擂台。味道真的是相当不错的，麻、辣、鲜。李岩站在旁边等，只要吃他这一招，吃饱了之后哈，第2天呢可能还有得吃，就吃不腻嘛。好，那你自己摇。食客们用行动证明了老姜蒸笼的味道。但关于店里的服务，他们必须要吐槽。自己要端盘子端碗，我们都要先预约，才能够有座位。热了它也不开，冷了老板也不开，反正进旅游也不开，经常就关起门。有时候我们吃球，挂个牌，我累了，我休息半个月。有时候过来吃没办法的，只是旁边就是旁边老板高兴得不得了。干啥子嘛？今天下来办啥呢？好。凭着对辣椒的精准把控，老姜轻松碾压对手。这是味了哈。
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秘制蘸料才是他碾压对手的真正秘籍。那个蒸笼就离不开了油专门来要，炒完那个它一种，手工中的效果就不一样，它自然那个香味很巴适。蘸料的味觉担当均产自四川本地，其中最重要的一味叫做七星椒，它产自四川威远新店镇，辣度和香度都很浓郁。小火快炒，煸出辣椒自有的香气，不糊不生，酥脆利落。再经过反复冲捣，辣味分子和香味分子得到进一步释放。此时，另外一个主角也将登场。花椒，中国最古老的香辛料，在四川的种植历史已经超过2000年。在辣椒传入前，椒字特指花椒。它油囊中所含的生物碱能带给口腔微微刺痛感，进而产生麻味，刺激食欲。辣椒搭配花椒，让川菜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。如今，麻辣2字所代表的已不限于厨房里的香料混合，而跃升至超高频的味觉标签。但四川人对辣的塑造却不仅仅只有麻辣。每天早上，熊伟都要把自贡的几个菜市场逛上一遍，只为寻找一种冷僻的食材。有鱼蛋没得？有这个点儿。都恁个点点了？啊，都少。给我装起嘛。要得。要得。谢谢哈。鲫鱼蛋本身不大，加上河鱼特有的土腥气，很少有人将它作为主要食材。但在善用辣椒的熊伟手中，却成了一道难得的风味。麻辣是四川的整体风格，但是自贡在麻辣中同时也有自己独特的特点，味浓、味重。但是味重不仅仅是咸，而是用料的搭配。烹制鱼蛋用到的调料多达16种，凭着对味道的独家判断，自贡人确认，辣椒配子姜是一种绝妙的组合。用它们炼制一锅底油，可以完美压制鱼蛋的腥味。自贡的食材不算特别丰富，只能在烹饪技法和口味上做文章。制作鱼蛋，花椒、泡姜、泡椒、豆瓣酱，缺一不可，也为接下来的重头戏铺陈好底味。在辣椒进入四川前，姜曾是四川人获取辛辣味的重要调料。它与辣椒的结合，造就了盐帮菜里的新型风味——子姜鲜椒味。最后加入2荆条青辣椒，在浓厚的辣味上增添一份清新。微火慢煨，让风味物质渗入鱼蛋。脱胎于火爆的麻辣，却以一份飘渺的口感示人。四川人把辣椒当成了自己的性格，
是一日三餐的耳濡目染，是每个人的根系认同。告别麻辣的四川，我们把视线挪到长江流域另一吃辣重镇——湖南。不同于贵州的酸辣、四川的麻辣，湖南人吃辣有些抽象。湖南人开始全面试辣相对较晚，但后天却十分努力。既有大陆性气候的光温丰富特点，又有海洋性气候的雨水充沛、空气湿润特征，让湖南辣椒种类变得极为丰富，吃辣方式更是五花八门。有人说，湖南才是中国最不怕辣的地方。无论正确与否，湖南人在吃辣上没怕过别人。不拉帮结派，不搞 CP 组合，他们对辣椒的要求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要有口味。口味菜其实就是下饭菜，口味就是口感、味道觉得很好，就蛮重又辣，蛮爽的。湖南人把重油重辣的菜统称口味菜，口味菜的代表就属口味虾了。口味虾，湖南宵夜江湖里的扛把子，不论是辣度还是吃法，都极具诱惑性。辣的有点爽。好美好皮啊！在湖南人看来，辣不仅是一种味道，更是一种精神。这种精神就是从不妥协，敢于反叛。我人到齐了，已经到齐了。我们7个人到了6个人，这还要怎么齐啊？我都没用的，不到齐就可以了啊。我现在到了7个人，能不能进？你告诉我。请问讲回来。C5，请您用餐。但无论你多反叛，到了天宝三兄弟的店门前，都得乖乖排队。天宝兄弟，长沙街头最火爆的宵夜店，靠着一份口味虾，让这条街每天晚上都水泄不通。 9个人吗？排个号。阿炯为人耿直，做事一丝不苟，是店里的 CEO 兼排号发放员。我们这的规矩很多，我们不占位，需要朋友们集齐人数才能入座。我觉得饭店和客人沟通就是个人情味，我希望做个有人情味的店。你好，打电话打包的。老蒋性情沉稳，善于表达。 是首席财务官兼收银员。今天味道还满意不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发票扫这边就好了。您先那个。少辣2葱，没有少辣的，少辣做不了。阿才脾气火爆，身手麻利，是采购部主任兼炒虾师傅。 虾脆脆的，然后挺入味的，挺新鲜，然后很大，吃上去好辣。作为店里的拳头产品，口味虾最受香妹子的喜爱，爱屋及乌，也让3个油腻大叔成了妹子们心中的火辣暖男。 感觉老板就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。这个老板是一个相当讲原则的人，长得帅，我以为他没有女朋友来着。被人喜爱并不难，但让人一直喜爱却不是谁都能做得到。为了这目标，3兄弟在口味虾的每个环节都下足了功夫。15年冬天的时候，吃小龙虾的人就少了，当时我们也很急。 其实也试过很多，最后选了罗氏虾这个品种，是因为它是最肥美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的罗氏虾，2015年冬天应该是在长沙出现在朋友圈频率最高的吧。这是3兄弟口味虾的2.0版本。罗氏虾原产地在东南亚，体肥肉厚，自从被引进我国以来，备受吃货们喜爱。 如何把罗氏虾做出小龙虾的口感，一直是个难题。
为此，阿才研发了一套辣手催虾的独门秘籍：滚油定型，虾肉表皮迅速锁紧，内里却始终保持鲜嫩。大蒜打底，宽油爆香，泡山椒、小米辣和印度干辣椒一起猛火围攻，香味愈发炽烈。要想让辣味再有些回味感，还需要一种特殊辣椒做最后的助攻——湖南黄贡椒。黄贡椒产于湖南衡东县，颜色鲜亮。新鲜的黄贡椒，辣中带着一丝鲜甜，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辣味冲击下，整锅虾肉叠加出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快感。不过，这只是阿才辣手催虾的第一步，接下来的入味儿环节才是高潮所在。放这4种辣椒，我们的野山椒是酸嘛，小米辣鲜辣的味道。就是黄贡椒的话，增加一种辛香味吧。辣度最高的还是印度椒。加入鸡肉和筒子骨熬出的高汤，高温炖煮下，辣椒的香味经由高汤渗入到虾肉内里。待到汤汁混炖浓稠，将虾肉满满裹住，虾肉丰腴娇嫩，汤汁浓郁丰厚。在一丝鲜辣不经意的撩拨之下，味蕾变得越发灵动起来。他们家罗氏虾最好吃，因为它大也很新鲜，它的那个汁非常入味。口味罗氏虾让食客们爱恨交加，也让3个好兄弟在这座城市生了根。5年前，他们赤手空拳来到长沙，从租来的厨房中做外卖开始做起。一路走来，他们的每一步都踏踏实实。阿才负责厨房所有的，我们2个就送外卖。我们2个有4辆电动车，送一趟回来给我充电，骑完另一趟走，不停地在整个长沙前行。心之所向，即是征途。繁华散尽，是另一场跨越山水的启程。就之前做什么，现在还是做什么，尽我所能的去做好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我们不忘初心啊。更好的未来。好。人生需要不断开启新的征途，犹如辣椒，始于漂泊，却一路蓄积能量。出身尘埃，却在交融中迸发。辣椒的征途绝不是一场流浪，走南闯北，称霸餐桌。辣椒改写着博大中国的味觉谱系，从落地生根到入乡随俗，花开2朵，南北各表一枝。辣椒又将在中华大地上演绎一场怎样的传奇？